巴菲特最近高调的宣布，他大量的投资了5大日本的商社，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现在日本的股票是不是一个投资的机会呢？就算我们不投资日本股票，巴菲特这次的投资又对我们带来什么的学习机会？我们有什么可以照着做，在我们平时的投资当中得益呢？今天价值满满，记得要看到最后哦。还有我特别的准备了一个彩蛋给大家，彩蛋随时会在影片中出现，大家记得要留意看，但是千万不要笑哦。大家好，我是奇葩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的上传和直播的通知了。那回到今天的主题，这5大商社是哪5个公司？它们分别是 Itochu、Marubeni、Mitsui、Mitsubishi 还有 Sumitomo。那这5家公司其实在日本整个体系当中是 Carry True 商社的模型，他们的公司互相控股，代表着5大系列当中的公司，而他们主要从事的是做进出口的买卖，特别是对能源和矿石原材料的买卖。那同系列当中还有他们的姐妹公司，包括银行啊、工厂啊等等。我们听了这5个名字，也要分清楚，这是做交易买卖进出口的这5家公司，而不是其他的生产汽车或者其他业务的公司。那巴菲特为什么要买这5家日本公司呢？有些人说是因为地缘政治，现在台海的局势紧张，所以巴菲特把中国的比亚迪和台湾的台积电卖出去。但是这个原因其实是可圈可点的，因为巴菲特早在2020年的8月份就开始买这些公司了，当时他还没有开始抛售比亚迪，也没有买台积电。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已经开始紧张了，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国际局面当中，日本的地位有可能会提升，但这是不是巴菲特买日股的原因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性是比较小一点的。当然，我不是巴菲特老人家，我只是猜的。那我觉得更加可能的原因是以下2个。第一个，当时巴菲特也开始买石油股，他看到全球在新冠疫情之后，央行大量的印钞票，增加货币供应，纸钞货币的价值是越来越少，而这个时候地球上稀有的资源像石油啊、矿产啊，它们的价值长远来说会越来越高，所以日本这5家控制了进口石油和这些矿产的公司可能是吸引它的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是更有可能的，就是日本的股市经过了迷失30年之后，到了一个非常便宜的地步，而这5家公司的业务又是相对比较简单，而且有长时期的业绩可以看回，预测未来也会相当的稳定，不会倒闭。再加上日本长年以来量化宽松，利率基本上是0的，甚至是负的。日本也有大量的资金，所以它可以在日本发债去买股票，而这些债的成本是接近0利率，使得它一边可以赚稳定的高的股息，另外一边又基本上是0成本获得这些资本，这个可能是他真正买入这些公司的原因。我们回看一下，他在买入这些日本股票的2020年的8月份，这些公司派的股息相对他们当时的股价大约是有5%的收益率，而他没有用美金换成日元去买，直接是在日本发行债券，巴菲特所支付的利率大约是0.2%，所以5%的股利减掉0.2%的利息，基本上它是可以稳稳的带4.8% 的现金流。那股神做的漂亮的地方是什么呢？其实很多人借日元
买美债，这个叫利差交易是经常在做的。但是借日元买美债中间可能会有一个汇率的风险，万一日元涨上去了，美金跌下来了，这个利差交易可能会亏钱。而巴菲特发行了日元的债券之后，把这些日元是直接买在日本的公司的股票，所以这个中间就没有汇率风险了。当然，在过去几年，日元也不断的贬值，所以巴菲特也不断的增加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现金流有稳稳的接近5%。这些公司业务也比较全球化，他们在全球赚的利润转回到贬值之后的日元，相对的数字会增加，使到他们用日元计价的股票又会缓缓的上升。巴菲特是做到了财息兼收，所以巴菲特不愧是股神，这一次又是技高一筹。我们来算一下巴菲特这一次的操作每年可以为他带来多少的现金流盈利。我们看到的资料是他买了1.9兆日元的股票，折换到美元的话是140亿美元。如果他每年有5%的股息现金流的收入的话，那他每年收到的股息就有7亿美元。当然，巴菲特也说过，在他买入这些公司之后，这些股息也又增加了70%。 Their results have exceeded our expectations. Since we purchased the group, I think their dividends on average have gone up 70% or something like that. 所以现在他每年稳稳的收的股息就有11亿美元，资金是日本发行债券的，买的也是日本的股票，赚的可是稳稳的11亿美元的现金流。当然，巴菲特赚的远远不止这每年11亿现金流，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他股神的地位。当他高调的宣布了买入了日本的股票，日本股票现在很便宜啊，等等等等之后，吸引了全球的投资者，资金开始流入日本的股市。其实这一招他以前也用过，早在08、09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他当时是谈好了一个非常优惠的条件，用很好的价格入股了高盛银行，买了很多优先股之后，也是高调的宣布他买入了高盛，使到市场对高盛这家公司充满了信心，让高盛可以在高位的时候发行更多的股票，度过了金融危机。巴菲特在高盛这个股票身上也是赚到了盆满钵满。我们现在看到日本的股市已经回到了33年内最高的高点，巴菲特买入的这5个股票到现在平均也涨了160%。那记得我们讲过，他是用了140亿美元来买的，如果他赚了160多%的回报的话，那这里他又赚了200亿美元，是不是很多人一辈子也赚不到的钱啊？那大家记得，巴菲特的投资哲学里面是不鼓励人家借钱去买股票的。 Anything can happen in markets. I mean, anything can happen in markets, and that's why they don't ever borrow money against securities. 但是这一次他是完全介入了日元去买入日本的股票，原因也就是日元的利息接近0，太便宜了，实在是难以抗拒。那我们作为小股民，现在如何把握呢？首先来看一看，现在还值不值得买日本的股票？那对日本的股票呢，我个人的看法是，第一个，我们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因为如果我们全球寻宝，找到宝藏的机会会增加。我相信日本这么多的股票当中，还有很多股票是超值的。当然，很多日本的股票，他们的财务报表只有日文，相对来说，我们需要一个懂日文的、熟悉本地经济的人引入，才能找到这些宝藏。第二，如果我们不能像巴菲特那样在日本发行日债，而是用自己的货币去换日元买入这些日股的话，会有汇率上的风险。如果日元贬了，我们的货币涨了，在汇率上我们可能会蒙受损失。当然，现在日本的股市在巴菲特买了之后，全世界的投资者也进去买了之后，
已经涨了很多了。就算看回巴菲特买的这5只公司，他们派发的股息增加了70%的话，但是因为股价上去了，今天我们来看看这5家公司的股息收益率也跌到了只有2到3个 percent， 已经不再是那么超值了。作为价值投资法，可能我们的眼光要放在其他还没有涨的、还没有被全世界资金涌入去买的那些股票市场。比如说，香港现在的股票市场就是非常的低迷，恒生指数代表着蓝筹股票，平均的股息收益率超过了6.6个 percent， 这当中还有很多的公司，像阿里巴巴、小米这些是不派发股息的，所以只要去寻宝的话，能找到许多股息收益率超过9到10%的非常好的香港股票。小的公司有可能他们的收益率是更高的。那另外一个巴菲特买日本的其中一个衡量的财务指标就是市账率，Price to book ratio， 他觉得大量的日本股票他们的 price to book 是低过1。那如果我们看回香港现在的话，也有很多股票他们的 price to book 不光是低过1，甚至低过0.5。所以我在内部指导的 GMT 的学生里面也讲过，用 price to book和股息率，还有一些其他的简单的数据来寻找超值的低廉的股票，所以他们的盈利就跑出来的那一家之后，定价的时候可以定得高一点，赚取暴利。而且巴菲特所投的公司特别喜欢赚暴利。今天我们会看几家公司，这几家公司都是我们在财息兼收股里面特别关注的，是我的财息兼收股的关注点。最近开始听到一个名词叫中特股，也就是说一些非常好的央企、稳定的企业、垄断的生意、非常高的护城河，又有很大的 price to book 折让率，还有很稳定的、很高的股息率。所以我们不买日本股票，其实也可以寻宝在不同的地方找到这些优质的股票。在2020年的12月的时候，特朗普是宣布了美国资金不能够投资一些中国的央企，当时我就在38个被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当中找出了6只股票，这6只股票他们派息普遍都有6到10个 percent， 而且 price to book 非常的低。在明年的1月11号开始不能买这些公司，给我们3年的话，我倒觉得85%的机会以下的这些股票3年之内会涨。当时我买入到现在全部都跑赢股票大市，全部都赚钱，平均的回报也有60%到70%左右，最高的也涨了1.5倍。当然我没有股神巴菲特这个效应，不能够人家说哎呀七爸爸买了什么股票了，冲进去买，把那个股票推高它。但是我们也不要羡慕巴菲特，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那巴菲特这一次操作对我们的小股民又带来什么学习和启发呢？其实现金流是投资非常关键的事情。当一个股价、楼价或者资产的价格跌下来，而这个资产又能产生稳定的现金流的时候，它其实有它背后的价值。特别是如果利息还是很低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适当的在做好风险管理之后去借钱杠杆买入这些有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比如说在之前低息的环境下，我个人也借了很多的按揭房贷，买入了很多的房地产来收租，赚取中间的现金流。而当利息在下跌的时候，楼价普遍也会涨得更快，也做到了财息兼收。当然大家要小心的就是在一个升息的环境下，租金如果又因为经济的衰退或者空置率的上升，租金下跌的话，这一来一回，房地产可能已经不再是一个好的投资的工具了。 Commercial real estate has dropped in value simply because higher interest rates make borrowing costs higher, thereby limiting investors' ability to make deals. 现在美国面临的商业房地产危机，也正是这一个利息的钟摆开始到了升息的时候所产生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当一个有价值的股票跌的时候，
我们不要怕它再跌而不敢买，因为长远来说，市场肯定会变成有效。当一个有价值的资产跌到了很低的时候，自然就有巴菲特这些价值投资者来捞底。当资金流入了之后，这些资产的价格就会反弹。但是平时我看到很多人股价楼价越低就越不敢买，越高就越怕买不到，抢着去买。我们要做的正好是相反。那最后留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日本人不去买日本的股票？他们把钱宁愿放在银行里，银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又或者日本人买日债收取这么一点点的利息，而把这些资金给了巴菲特来赚取这么雄厚的利润。巴菲特都不是日本人，都没有日本人看财务报表和懂得这些公司的优势，结果日本人没赚的钱，反而让 Omaha 一个美国的老人家赚去了。这一次巴菲特投资日本股票已经稳稳的赚了200亿美元的 capital gain， 而且未来每年还能稳稳的收取超过11亿美元的股息。请问一下，在日本有多少人能有这样丰厚的收入呢？我觉得日本人工作精神非常的认真，做事情也做到极致，质量也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把工作做好未必能赚到很多的钱，如果把财富好好的管理，让钱帮我们赚更多的钱，有时候会来得更轻松更丰盛。当然今天巴菲特的财富的规模也是赚这么多钱的其中一个原因，所以我们要尽早开始理财，让我们的财富滚雪球越滚越大。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去羡慕人家。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有谁愿意跟巴菲特交换？你有巴菲特的财富，但是你马上也有巴菲特的岁数，除非你现在已经90多岁了，所以也不要羡慕他老人家。最主要是要学习他做了什么，然后发挥自己身边的优势，过好自己的生活。那讲今天的彩蛋之前呢，先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当时我在美国的肯德基州居住，肯德基很少华人，所以人家以为我是日本人。很多当地的美国人想跟我说日语，但是他们又不懂得说日语，所以他们见到我就说 Honda、Toyota、Yamaha， 以为就是在跟我说日文了。Honda ni？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点日文。もしもし友達一途中、住友、三井、三菱、丸紅、日本語、私は大学1年勉強しました。でも忘れたって残念。すみ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记得把今天的视频分享出去咯。我们下次再见。